大家好，我是兰花又已开。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交一个作业。在3月16号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视频哈，是这个兰花盆内切，然后让这个促使这个老头再发苗。当时切的就是这2苗，就是这一苗，这一盆花，这个一的，是3月16号的。要是有没有看到的兰友可以去看一眼。当时就是这样的，我这个没有托盆嘛，在盆内把这2苗分开切嘛。今天就给大家交一下作业，看看这兰花盆内切多久会发芽。16号，我刚才算了一下，到现在不到1个月，25、6天差不多。这个是当时的切口，切口一定要涂这种伤口护理液哈。然后这个有这个老叶子的时候，我们把它尽量清理一下，因为这个一浇水以后，这个老叶子会湿啊，它这个隐藏在里边会。但是我们在揪这个老叶子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这下面还有没有芽点哈，别破坏了芽点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芽在哪儿了，这个就是芽，它已经出芽了。这样的话，你看这一苗还是挺完整的，叶子也都是挺完整的，然后这根还是挺好的，这里面还有这么长一个根。其实我们种这个兰花的时候有这么长的根，如果我们重新上盆的话，是可以把它清理掉的，然后把这些老根，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吧。我这简直还烫手了，就是我们兰友们哈，自己平时在家弄这些兰花的时候，简直就是随时放一个盆在那个锅上面，然后就是随时的煮。这个还有一点热嘞。我们这个修这个老根的时候哈，把这个老根修到露这个白为止，露这个白为止哈。像我这种黑根的，我们把它都清理掉，对，把它都清理干净。这个再种上盆，清理到露白以后，它会长新的水晶头的。不清理的话，它是真的不会长的。这个不用舍不得下手，没事的。这个兰花生命力还是很强的。像这个水晶头这样，我们都把它清一下。像这种长根没有必要留的，就把它直接都清理掉。看得清楚吧？我的手机啊，以后换个好一点的。把这个有黑尖的水晶头都清理掉。像这种的这么长的根哈，它虽然是下面带这个水晶头的，这个我们也不用保留，太长了，没有必要。清理了以后，它也还会再长出新根的。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根就给它清理干净以后，这个不是已经有这个芽点了吗？我们再重新种上盆。像这个老头子，这边不还有一个老头子吗？这个老头子我们不要把它那个切掉哈，不要觉得它不美观，因为这个老头子上面没有叶子了，但是它下面看吗？这个根还是完整的，它还会供应养分给前面这一苗的哈。所以像这种老头，我们不要给它修掉哈。然后我们就这样重新给它上盆以后，这个芽很快就会起来了，这芽点已经饱满了，看呐。我为什么手机这么不聚焦？这个芽点，这个芽点旁边的枯叶哈，我们不要去清理哈，因为一旦是碰伤了这个芽，这新芽很脆的哈，一旦碰伤这个新芽，造成这个僵芽哈，就得不偿失了。这儿还有一个芽点吗？这真的还有一个芽点在这儿，这个也是芽点，还是2个芽嘞。那我们就变成又有一个新的一盆了嘛。然后我再跟兰友们分享一下哈，像这种弱一点的老头苗哈，您看它这个芦头很壮，但是它这个根是挺一般的了哈。像这种老头苗已经出芽了哈，我们怎么让这个芽哈迅速的成长，然后让这个老头苗迅速的来复壮哈？首先第一点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植料。这个兰花植料在我们种这个老头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选偏细一些的，因为平时我用的都是有关注我的兰友都知道，我那个植料都是刷啦刷啦的，颗粒比较多的哈。在种这种老头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选这种颗粒略微细一些的，不要颗粒太大的，然后那个树皮比例要多一些的，这样呢更有利于它发苗哈。然后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盆子的时候，种这种弱草根不好的草都不宜选过大的盆子哈，要小一点的盆子，就是哪怕你这个盆子刚刚好够种它都是可以的哈，但是不宜选过大的盆子，因为会导致它积水哈，因为它根不好，它的吸水能力哈就是有限的，然后我们又用这种偏细的植料来养它，所以这个沥水的工作就一定要做好哈。我在这个下面垫了好多泡沫。有兰友说这个兰花盆底垫泡沫不好哈，说以后这个泡沫会被植料压扁，这个是不会的。我种这么久一直就是垫泡沫，因为也没有什么别的垫的。但是如果说垫湿纸也挺好的，因为像我用这种小塑料盆嘛，比较轻啊，一碰就倒了，垫一点湿纸也行。这个没有一定说就怎么不好。还有说泡沫会发热。
这个我觉得反正我就没有什么影响哈。这个蓝友们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用泡沫来代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还要注意一个什么哈，就是要深种。种这种老头苗的时候哈，就不宜像我平时种兰花，你看我都是习惯把它高出盆面嘛，这样然后铺一个小面。种这种老头苗的时候就不宜高种了哈，我们就略微的深种一些，这个炉头要埋到2/3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哈，我们一边种一边来说吧，这个我已经垫好了哈。这个如果您有大颗粒的植料，在下面垫一垫也是可以的。我这应该给它垫一点大颗粒的，这个我也怕它后期会导致积水啊什么的。就是越是种这种老头苗哈，我们越要小心一点。是我有这种大颗粒的植料，给来我们看一下，也挺吓人的。这个颗粒好大的，是这种特别大的颗粒，还是给它铺一层吧。铺一层的话，我倒是觉得更安全一些，因为它这个根不好啊。要等到这个新芽长起来哈，它才会真正的算是浮盆了。哎，这样就比较放心了，这样就不用担心它会积水了。这样我们就正常埋植料就可以了。这个植料我刚才已经跟来友说了哈，就是要比我平常配的那个种其他剑兰的植料就要偏细一些哈，就是很明显我这里边这个指点石啊什么石子这方面的比例就会小很多的哈。也是下面抓一点的就细了。这个种兰花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哈，上面这样挠一挠的颗粒就会比较大，然后你上这个下面掏一点，颗粒就明显会小很多。用这种小一点细一点的植料给它围一下炉头就行了，然后这样就种好了。种好了以后，来我们要注意2个点哈。第一就是不要晒太阳，绝对不能给它直射光哈。第一，它这个苗子弱嘛，本身它就比较弱了，根又不怎么好，又刚上盆，不要晒直射光。第二个就是不要施肥，很重点。这个我就是墨迹一下哈，来我们怎么说呢？借鉴一下吧。就是当我们在种这种越是弱苗啊、老苗啊什么的时候，越不要肥，要素养。这个时候你越是给它肥哈，它根本吸收不了，严重了会要命的。这样呢，这盆兰花就种好了。种好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晾过根以后上盆就可以直接去浇水了哈。浇水的话，来友们如果有没有看过我之前浇水的视频，可以去结合着看一下，浇透水，不要浇半截水，浇透水。然后像这么大一个盆，这种老头苗的话，1个礼拜浇一次水是对，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环境哈。但是这种老头苗浇水的话，还真就是别浇太勤了，但是还不能缺水。来友们就是自己稍微的掌握一下，让这个植料始终是保持一种润的状态哈，这个很有利于它发苗的。等它这个芽子起来以后，就是一盆新的兰花又出现了，也是很棒的。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再见。